在湘西州花园县的大山深处，我们误入了一处寨子。整个寨子现在已经是一处无人村了。从航拍的镜头，我们远远的就可以看到，整个寨子就建在几乎山顶之上。看起来整个寨子就像一把太师椅，所有的房子就建在这个椅子之上。总共这边以前有100多户人家，绝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。现在房子里面还有当年的一些生活物品，感觉整个寨子好像就在一夜之间，所有的人全部都搬离了。那这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随着石头的镜头，我带你们走进寨子，去探访一下。我的车就在下方，在那边呢有个小小的停车场，将近可以容纳下15辆车子。然后整个寨子这边的海拔将近有1000米左右，只有一条小路上山，大概路宽约6米左右。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是有35公里，距离镇上有17公里左右。进入寨子之后瞬间发现豁然开朗，地势特别的高。看，这是以前的一个老宅，这是院坝的位置。站在院坝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，波澜壮阔，层层大山围绕着整个寨子。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，这边以前出现了很多有钱人家，有的身价已经上亿，有的好几千万，几百万的特别多。特别的奇怪为什么当年会在这样的山顶之上建造房子呢？可能结合我们湘西的一个地理环境，猜一猜应该能够猜得到。据村里面的老人说以前他们的祖辈为了躲避土匪，选择在山上来建房子。他们的祖辈呢是一个风水先生，当年在大山里面选择了很多地方，然后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来到这处位置。一看这个地方将近有个平台，有大概100多亩地，比较平。然后在这边呢就繁衍生息，建了房子，甚至于呢在这边还有部分的稻田，还有土地，慢慢的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，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100多户人家的寨子。整个寨子呢都姓马，这边呢属于少数民族苗族。那现在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深入这个寨子来看一下。这户人家以前整个院坝呢铺的都是青石板，感觉挺有意境的。然后在这个围墙之上贴的有些山水画，都是瓷砖做的，还挺漂亮的。吊脚楼，然后这边有这个公园，看特别的漂亮。这边呢也是一幅山水画，寓意非常的好，一帆风顺。这边还有迎客松。那这里呢就是他们家的房子了，这个是砖结构的房屋，外墙贴的是白颜色的瓷砖。看这块位置已经快要掉下来了，然后主屋的位置已经全部长满了杂草。以前这边应该是一栋木房子，全部拆走了之后，很多年没来打理，所以整个房屋宅基地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还有这样的小乔木了。我们继续往里面走，再去看一下。今天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房子带大家看一下，要不然视频拍得太长了。看我左手边的这栋房子这边应该是一个房间，所有的砖墙都已经全部拆了，上面的这个橡胶板也全部打碎了。这里面以前是一个卧室，因为那边还摆的有个床头柜子。看这户人家所有的房子也都拆了，这边唯独留下来一间这个小木屋。这个都是纯实木结构的房子，所有的外墙板颜色特别的深。我们通过房门进去看一下。这边以前可能是一间厨房，因为这里有
山口柴火灶，哇，在这边发现了一副棺材。视频前的朋友们，见棺发财，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哦。在我们当地这边啊，家里有老人都会背上这样的一副棺木。这个是见怪不怪的。看这边还有很多生活的物品，这个灶台上面好像还有一碗菜，感觉都来不及收一样的。看这碗菜估计都摆放了好多年了，来不及收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柴火，这里还有一瓶还没吃完的酱油，然后这边有发露水，还可以喷一喷。然后这边还有个木刨子，这个是做木匠用的，都是一些老物件。寨子里面的房子，其实每一栋它的建造朝向都是同一个方向，然后整个寨子呢有一条中轴线，就是我身后这里呢有一条中轴线，一直延伸到整个寨子的背后，然后沿着中轴线的两边呢去建的房子，中间呢再有这样的一些小道。当年啊，这个祖辈在这里选择这个地方，肯定是经过高人的指点，也可能他自己就是一个高人。当年在这边建造房子确实非常的了不起。然后刚刚才建房子的时候没有材料，就从山里面捡一些石块，然后用一些泥土加上石灰垒砌的这样的院墙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经过了岁月的积累，这样的院墙依然是屹立不倒，还是非常的结实。这些都是山里面的石板，全部都是没有水泥的。这条路呢，就是整个寨子的中轴线了。两边呢，房子分散而建，基本上比较对称，两边的房子都差不多。然后这块位置呢，前方稻田比较少，然后那块位置呢，稻田还比较多。没想到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之上，竟然还有稻田。那这边的水究竟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？就非常的好奇了。这户人家在屋顶上养了很多仙人掌，开了黄颜色的花，还挺好看的。这边还有些野菊花，过一段时间也会开花的。其实这条中轴线啊，是一直从寨子的最前面延伸到最上面的那户人家，在最顶部的那里呢，也是一户人家。外墙呢是打上了一个围墙，但是房子呢依然是看不到了。如果当年不把这些房子拆掉，10多年之后回过来再看看这些老房子当年生活过的地方，肯定啊会让人想起了很多童年的一些记忆。沿着中轴线往上走，上面呢还有10多户人家，这边有些木楼，这里呢也有些砖房。然后这边地势比较高，就要开始砌一些石头宝坎了，也是从山里面捡回来的石块，就这样子用人工给它堆砌起来，没有水泥，也没有任何的粘合剂，就这样子给它堆积起来，就变成了院墙。视频看到这里，可能大家比较好奇，想问整个寨子为什么感觉都在一夜之间全部搬走了呢？实际上这处地方因为交通不太便利，然后政府呢又统一给他们新建了房子，搬到镇里面去了。相当于大家看到的这些宅基地啊，都是每一户人家的，然后一户人家可以在镇里面呢领一套房子，大家呢都搬下山了，所以这边呢就变成了一处无人村。随着搬走了之后啊，这样的房屋，有的是倒塌，有的呢就是给拆除了，所以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户模样。这小巷子是越来越窄了，但是走在这样的小巷子挺有意境的。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这边，所有的村民都还在的话，
要找到其中的一户人家，可能让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啊，再走第二次，我都还可能找不到路，因为整个寨子里面这样的小巷子太多了。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发现那边是一条中轴线，然后沿着两边呢又修了这样的小巷子，特别多。看这户人家呢是紧挨着这边的小巷子而建的房子，整个那块位置有个木柜子已经延伸出来了。那边呢以前是一个碗柜，这是纯实木结构的一栋房子。他们家的整个地基呢，房屋基础全部都是用这样的石块垒砌起来而建的房子。想象一下，整个当年在山里面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。小巷子进来之后，这里又是一户人家，看起来整个院子没有多大，但是给人的感觉挺舒服的，窝在了一坨，然后这个位置感觉挺温馨的。整个院墙呢也都是石块垒砌的，大概有1米多高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院，那边是厨房的位置，在那里还做了一个露台，可以走到2楼。然后这边呢，以前也是一栋木房子，木房子的地基依稀可见。看这边就是房屋的一个地基轮廓，背后呢，我看了一下，还有一个应该是杂物间，旁边这里还有旱厕，应该以前整栋房子呢有好几个卧室，一家人呢就居住在这样的一栋房子里面。视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，整个寨子有上亿资产的，有几千万的，有上百万的，当然也有条件特别艰苦的。看这户人家可能条件就艰苦一些，整个这个外墙呢是用竹子编织的一个外墙，然后上面涂抹的是一层这个牛粪加上泥巴，一些粘合剂涂在这个竹子之上。这样的房子呢，在很多年前是比较常见的，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都会这样子去建房子，条件好的基本上没人这样子去做。然后沿着这个小道过来，又是另一户人家，也是一个小院。整个院子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全部都是石板铺成的地板。然后这户人家呢，院子还挺宽，那边也是3开间的房屋都拆了，两边呢都是建的有厢房。我发现整个寨子确实每一户人家基本上建的都是3合院，说明啊，当年他们的祖辈在这边还是给他的后代，说了一些关于就是说建房子的一些规矩，意思呢就是在大山里面建房子，最好就建成那种3合院的，就反抱着一样的，以至于我们今天远远的从无人机看到整个寨子也是一个类似的样子，很远的镜头就可以看到整个寨子呢就像一把太师椅，然后整个房子就建在这个椅子之上，特别的我看起来特别的震撼吧。我觉得当年找到这样的一处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看了这样的一处无人村，感慨万千。要是早一点过来的话，还可以看到当地苗族人的生活，原汁原味的，还可以看看以前他们的老式建筑。这样的无人村可能会越来越多，因为在大山里面生活确实太不便利了。现在的人呢，都想搬到城里面去居住。那视频前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老家是建在这样的地方，你愿意搬离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